我们俩在一起1年多的时间了，他天天说爱我，我觉得爱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实际行动证明的。他爱运动，可我呢，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IT 男。我真的已经用生命去爱他了，可他就是没有发觉。哎，你快点儿！你一个大男人，那一天跑那么慢，你体能那么差的。我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接受他的全部，如果他爱我，就应该为我付出，为我改变。他现在就只是在逃避，不愿意改变，实在是太虚伪了。为了能和他在一起，我甘愿付出我的一切。可是性格上的东西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你就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不知道你还需要多久，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在浪费各自的时间，让我们都好好冷静一下吧。一段爱情，所有的事情只有通过争吵来进行沟通的话，这段爱情还能走多久呢？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杜29岁，来自四川，是一名职员；女嘉宾小陈22岁，来自新疆，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这个地域可够远的了，在哪儿啊？现在两个人？那个上海。好，你在上海工作？上海工作。你在上海读书？读书。哎呀，那个够有缘分的了，一个四川的，一个新疆的哈。恋爱多久啊？1年多。1年多啊，什么事儿都吵是吧？对，就是说主要是因为两个人家庭环境也不一样，然后职业也不一样，然后蛮多矛盾的。像之前的时候，我准备出国，我就要考雅思，我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我是学服装的，我们都是考察课，就是期末很多很密集的大作业这种的。然后我就很忙，然后那之后我老师刚好又说有个实习让我去，我就连着可能3个星期吧，就是早上9点忙到晚上9点，然后我也一直都就是没什么时间。然后我每天有说，就是说我下班之后，然后我有一个时间，我大概是有1个小时是用来跑步的，我说他可以跟我出来走走逛逛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不爱他了，然后他就一直觉得我不爱他，觉得我不把他考虑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他的事情永远是最主要的，还有他每次在攀岩馆做儿童兼职，健身教练啊，他就带小朋友了，完了我电话都放起来，什么都是以他为主那种感觉。那不是什么都以我为主呀，我有我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每个女孩肯定都希望说是自己能更优秀更好，然后我就是那种我学校里面成绩也蛮好的，然后就是说我在外面我也是，就是我跑马拉松什么的也都蛮有成绩的，然后我平常的时候在攀岩馆带小朋友，然后我攀岩我玩滑板，然后玩什么水上活动呀那种桨板什么的，然后我肯定也希望就是说自己的男朋友也要就是强壮一点，然后至少要跟我差不多什么的，然后他的那种强壮不是说普通人的强壮，就比如跑步吧，他得10公里起步，然后不是我没让你跑10公里，你每次跑个200米的你就头疼脖子疼眼睛疼屁股疼，你没哪不疼的。不是你一男孩子你就一天到晚你就这样子，那我怎么接受得了呢？还有就是去玩帆船。就是用命在跟他搏啊！我掉水里了，他都不知道。哎，你怎么把自己给掉下去了呢？只是不会嘛，打肿脸充胖子。哦，行，我就上去了啊。为了配合他嘛，完了上去之后又不会。啊，不是你不会，你跟我说呀，我可以教你啊。我平常我也带小朋友，然后我也教其他人，他不会他也不跟我说，然后他就在那儿逞强，那这我有啥办法呢？你挺厉害的啊，你还能玩帆船啊？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比较爱运动，然后。觉得女孩子嘛，一个是保持体型，再一个就是说有更多的爱好，生活会有意思一点。对，所以我就特好奇哈，就是你们俩当初怎么好上的呀？因为在我听来，你们俩是2个世界的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类似于他是上我的课，然后他上你什么课？攀岩课，然后他就是追我蛮久的，然后他攀岩。对，就是说他这身材攀岩，不是就怎么说呢？他是为了追你而攀岩的吧？那我一开始也不清楚，就是说上课，然后感觉他就是对人也挺好的。一开始的时候就什么都挺好的。跟朋友去健身馆，然后看这种小女孩，还蛮好的，还待人挺好，完了就去了攀岩。是因为喜欢他，所以才学攀岩。然后他刚
刚开始吧，就跟我去的还蛮勤的，后来就是说慢慢的他就不去了，然后在后面就是有次他就莫名其妙突然说他要走，我问他干嘛，他就不说话，我又问他干嘛，他就不说话。他每次这种就是说，他如果说他累了或者他不想爬了，他有啥事儿，他说清楚，女孩子都不会觉得有啥。就是越这种含含糊糊的，哎，我一个女孩子我就想，哎，你是不是约别的妹子了，或者你怎样了，然后就感觉这种事情，你这个事情不能单说我呀，咱们相处时间就没多少。那你跟我说清楚，哎，你是为什么要走，或者你真的受不了了，那我也许我就也跟你走也不一定。他周一到周五上课，周六周日兼职，完了有个空吧，就是看个电影，看了一半，他接电话就走了。你同样都不跟我说是跟谁去？不是那个，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实习的时候，就是我突然一个客户那边有点事儿，然后我要回去打个资料的，他就开始说我，哎，不是，我感觉我既然兼职，我就是那种我什么事情我都一定要做好的，就是完美主义倾向。那你肯定，我觉得一个男的肯定希望自己对象更好呀。我们电影没看成，我们下次还能继续看，对吧？就是一直以来，他就每次喜欢计较这些事儿，就在我朋友面前，就是说，哎，我怎么样，对，就类似于像是我对他不好了，就光他对我好一样，然后说的就好像，哎，我就哪都不好，对，我就觉得，哎，就我什么都不对，那就不要一起了。就是我今年是真的，我就是真的忍不了了，我觉得，就一个男孩子他计较这么多，去啰嗦那么多，你这样说只会让我就更反感。这姑娘嘴是够快的了啊。听明白了，刚才你也有说到，因为没说完，上来的时候就说，要出国呀，考雅思呀，大作，你是要出国吗？对，我是准备出国，我刚准备走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的，然后，反正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刚开始就是吵小吵然后吵就没有说要强烈分手，然后我就感觉他这次以出国来借口，就强烈要跟我分手。我那不是借口。不是，主持人，我跟你说，就肯定是，就女孩要出国留学吧，一般男朋友都支持吧，肯定是想自己以后未来就是双方能够。一般好像都不太支持，除非两个人一起去。对，那他就只是永远都是觉得，哎，我应该留下来，我不能去，或者我怎么样。但是我申请下来那个我也不容易，我要考雅思，我准备做品级，然后去意大利。啊，然后他就是说，对，多好啊，应该让他去。我也跟他说过，就国内也可以学啊。不是，但是就国内来说，就国内的创意设计这一块，毕竟就不如别人啊。是，应该让人去，应该去，就你陪读去呗。我这边工作也好丢。从一开始他就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让我去，就是1年。就学1年就回来了。对啊，出国之后怎么维持这段感情呢？那我们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了嘛，大家视频啊、QQ 啊、微信啊、电话呀，或者是怎样？我觉得就是情侣之间就是要信任呀。你既然都不相信我，那我们怎么继续下去呢？啊，你不相信他？这个出国了，谁也说不准，都有分手两地。不是，我跟你说，在国内他就不信任我。就我之前暑假的时候，我在攀岩馆那边，就是我工作，我是从下午就是整个暑期工那样。下午1点到晚上10点，我一天大概带3节课，就是1节课带1个半小时，带小朋友。我带课的时候肯定是，就是说我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因为我关乎到他们安全什么的。就万一我不注意，小朋友掉下来了，或者是怎么样了，都很严重。然后我就把手机锁柜子里，然后他就说我，说完几天之后他不开心了，他还不相信我，他就到我攀岩馆去闹，说他是我对象怎么样的。哎，那这样的话。我之后那2天，我小朋友家长、我老板都酸我。这个对别人说我是你对象，这个也没事吧？不是，你在那里门口就跟我老板在那说了那么久。好，我就问，我来问个问题啊！太快了，这嘴插不进去了已经。跟你这么说话必须得吵啊，不吵不行啊，姑娘。不是，就是我本来就是想分手的，他就不跟我分，他就死都不跟我分，然后我没办法，我就是想来分手的。啊，为啥不跟人分手啊？毕竟在一起1年多时间，感情还是有的。感情有啊，哎，你觉得你们在一起1年半，美好的多还是不美好的东西多？美好的多点。你同意吗？小闹会有一点。你同意吗？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我喜欢他的，我是可以的，我是 OK 的，一切都 OK 的。但是后来，他就是慢慢的把我的耐性磨没了，他就是去计较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我心越来越冷了，我真的越来越烦了，我已经受够了。听明白了，都听明白了，听懂了，啊，这个应了一首歌吧，还是歌词啊，叫《当爱已成往事》，应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啊，我是真觉得这女孩子好像这个爱已经没有了
对，这个女孩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我不爱了，请你不要再纠缠我，谢谢你的陪伴。她已经在她的心理、情感上，还有现实的行为上都画了一个句号。但是这个男孩子显然不愿意接受，但生活不是你愿意接受它才会发生，你不愿意接受它就不发生的，除非你有足够的资本能够去掌控局面。如果你没有这个足够的资本的话，那对不起，不是生活要服从你，你就要去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的生活。两个世界有可能交叉，有可能擦出火花，有可能因为彼此的需要而相偎在一起。但是当自己世界当中的那个人真正的出现的时候，对不起，他要回归。所以你的强行挽留到底能留住什么？留住的是一份爱情，还是留住的是一份自己自尊的受伤害？你要想清楚，小伙子，爱情不在了，但是自我难道就也要消失吗？谢谢白老师啊，郑老师。你们两个在一起，起初认识是因为攀岩，这个女孩吸引到你，让你想去学习，用学习的借口去接近她。但是当你们谈了恋爱，你把这女孩追到手之后，你们在一起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喜好？不是，他就没什么爱好，他就除了玩游戏以外，他没有任何爱好，他就没事就宅那儿打游戏，然后打完游戏之后就什么都不干，一天在家里躺着。他就是电脑就是他媳妇儿。所以说，其实你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还有就是女孩的蓝图里，她并没有你，也就是说，在她的心里，你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或者是你在他心里很重要，他的蓝图、他的规划，他一定会给你留有一席之地。这点你要很明白的告诉自己，不能欺骗自己。OK。好，谢谢郑老师，来涂老师。累吧？还行啊，还行。你不觉得跟他在一起累吗？小吵小闹有过，但是毕竟之前的在一起还是挺美好的。你追不上了。虽然你在后面一直说等等我，等等我，你看我对你这么好，你都不愿意等等我吗？人家不愿等你了，你明不明白？你追不上，或者说你自己没有使全力的去追，但你想往背后拖他，这种拖延没有任何意义。你们俩气场完全不一样，你的气场显然弱了很多。你反反复复每一次在陈述自己对他的好的时候，无疑都是在告诉他我不行，你让让我，你等等我。去意大利，你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你是不敢去，你不敢出去。你每天在家玩游戏，也不愿意去做一些多的运动。当然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爱好，但是如果说真正为了爱一个人爱屋及乌的去喜欢他所喜欢的运动，你也没有去做，你是真不喜欢。女生不怎么爱男生，你的义无反顾的要出去也好，还是在那儿喋喋不休的去指责这个男生把你逼到了绝境的时候，你所有的脸上所呈现的就是没有，不喜欢。其实从很多角度上来说，你内心是瞧不起这个男生的，他的很多做法你瞧不起，啰啰嗦嗦的总是念着我对你的好，我为你做了这个，我为你做了那个，又或者是整天一大老爷们不强壮不运动，又或者是当自己的爱人要出国求学，你却像一个母亲一样唠叨着不让他走，这种种做法你都看不上，你瞧不起。你们俩就好像说两人跑两条道，最后跑到一条道上去了之后，他一直跟着你后面跑，但跑着跑着跟不上，那你就直接一直往前跑吧，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轨道上，男生听见了吗？行吧，不要掩饰自己的悲伤，悲伤就悲伤呗有一点自己的尊严和自尊要保留，这非常重要，别到分了手之后爱人没了，尊严也没了。好吧，就这样。好，谢谢啊。
女生跟你说一段话哈，再强悍的女人，总有她柔弱的时候，总有她需要男人来安慰她，或者一个更强的一个生命体去抚慰她的时候，对吧？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记住，如果说这段恋爱有什么教训的话，不要怕你身边的女人强。如果你能够吸引到一个比你更强的女人，说明你的磁力很大。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很自信的，在她需要你的时候去抚慰她。我想她不会跑得这么快。也许两个世界的人还在一起了，可是你没做到。带着美好的回忆吧。涂老师不是说了吗？失败不可怕吗？留点尊严给自己。我想告诉女生一点，男人都喜欢柔弱的女人，但柔弱到不能独立，男人也不喜欢。但如果一个女人独立到不需要男人，男人更不喜欢。你大概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一个女人生活当中独立到我根本不需要男人来在生活当中承担一切或承担任何一个部分的话，那你说这个女人还需要男人吗？不需要。所以最好是在事业上、人格上独立，但情感上又互相依赖，这样的话才会有恋爱。好了，来，时间留给你们，我们一起进入到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黄金60秒。我们在一起1年多，有过欢声，有过笑语，也有过泪水。以后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照顾好自己。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他要么可以跟我一起走，就是说他之前的时候就总觉得我也是强加，就是我的想法在他身上，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我也是强加了他，就是我们两个人都相互在把对方就往自己的世界去掰，但是其实我还是挺希望你跟我来一趟的，就是至少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考虑考虑吧。回吧，两位，回吧，回吧，啊，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关门啊！也许我们认为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而分手，但是当女生最后那么柔柔的说一句的时候，哎，人的这情感啊，真是太复杂了。到底想要什么呢？真的出去就会好吗？就在这个女生说我真的想让你跟我到外面去看一看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我们曾经特别喜欢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可是一对夫妻出去的，还不是一对恋人吧？那么相爱的，在那样的环境里也分开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想要怎样的生活，决定了你的爱情是怎样的。唉，希望他们两个人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拿到各自想要的东西，这个大概是最重要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网、乐视网、PPTV 巨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现在呢，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我们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接下来当然是看这一对最后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要保释回来。本栏目由港蓉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特约播出。本栏目由只做好中药健康天下人玉之灵特约赞助播出，请开门。唉，来，还是舍不得，舍不得啊？
舍不得也没办法。啊，舍不得也没办法啊，跟你说再见呗。希望他以后过得更好吧。啊，希望以后过得更好。啊，希望你能找到你的所爱啊，加油哦！谢。哎，有时间去意大利玩一趟，啊，好歹有个导游在那儿，对吧？行，他不会问你收导游费的，我相信这点面子会给的，对不对？啊，别这样，回去吧，加油，加油，请回。谢老师，谢老师。